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魂斗罗1代。为什么录制魂斗罗1代呢？因为放假了呀。先来一段祖传的克莱美代码，上上下下，左右左右 ，BA， 这可能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游戏秘籍了。我当年的这款游戏是在一张8合1里边。每次放假的时候，尤其是长假，我玩游戏都是有节奏的。先把盒卡拿出来，每天玩上边的1到2款游戏，然后再来文字类的游戏，比如说《吞噬天地2代》、《三国志2：霸王的大陆》，或者是《重装机兵》、《火焰纹章外传》，还有《封神榜》、《赌神》等等吧。如果是8天假期，正好是8合1。这里的大坑因为存在高度差，能直接跳过来。我小的时候从来没跳过，但是近年在网上能够看见很多其他人玩的视频，才发现这个地方还是有小技巧的。所以说，游戏这个东西真的是活到老，玩到老，学到老啊！我现在玩的这个版本，大家可以看见有地图的系统，但实际上大家当年在盒卡里边玩到的都是美版，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地图，也没有开场的剧情介绍。毕竟是盒卡，还是要考虑一下整体卡带的容量。其实这款游戏我有2个时期玩的是最多的，第一个就是小的时候，小学和初中的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应该是17到18年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直播了2年，直播的时候就经常玩这款游戏。时隔了几年，再次拿起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其实我现在给大家录制的视频已经不是今天第1次录制了，而是第3次，因为前2次都没能够一命。这个在我之前的认知当中是不存在的情况，因为包括当年直播玩这款游戏2年的时间，我估计这款游戏也直播过20次左右，从来没有1次用到了第2条命。但是今天录制的时候，前2次都没能够一命，反应真的是下降了，而且有些地方记得也不准了。记得不准的地方，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。其中有一次录制就在那个地方挂掉了。这个地方我是有一些心得的，把这个无敌留在上层，这样的话咱们到前面去捡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无敌就可以带到很远。刚才这个高度也是能够直接跳上来的，但是小的时候都是先跳到上一层。哎，这门炮台没有出来啊！这是遇到了 bug 吗？这也属于良性 bug 呀，无形当中降低了游戏的难度。好的 ，BOSS 战了。打这个 BOSS 战，我就想起了近2年很火的一个魂斗罗的重置版《魂斗罗噩梦》，这个 BOSS 就加强了很多。这个 BOSS 站点就好打了。第4关来到了敌人的2号要塞，有地图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见咱们到了什么位置。这里就不给大家演示触电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和小伙伴联机，2个人站在一起触电，这样的话看起来就像2个人捡了无敌道具一样。不停的在闪光，红蓝切换。
红白机上的双人合作游戏真的是太多了呀，魂斗罗系列、双截龙、坦克大战、冰封等等。但是现在想要2个人一起联机或者配合，真的是比较难。很多单机的大作就是为单人而生的。网游又太氪了，其实我发现一个现象，恐怕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很多人都存在。小的时候，上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曾经幻想过自己有各种游戏机，或者是有配置很高的电脑。但是当现在你真有了，你反而没有心思坐下来去玩了。哪怕你非常有时间，或者说今天干脆就是放假，什么事儿没有，那可能你也会选择在床上一躺，就滑一会儿手机，一天也就过去了，提不起玩游戏的兴致了，所以说就只能够云通关。我最近几天在玩 P5，就是女神异闻录5代，我玩了3天了，第1个迷宫还没打完。大家想一下进度吧。有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好玩啊，多玩一会儿吧。但是玩到10几20分钟就觉得这种敌人好烦啊，合成面具好繁琐，怎么想买点东西钱也不够，还得刷，太麻烦了，不想玩了。这种情况就频繁的上演，所以我感觉我现在处于一个中间的阶段。如果我稍微放纵一下自己，那可能以后也就泯然众人矣，再也提不起兴致玩游戏了。如果咬一下牙坚持一下呢，可能玩游戏这个兴趣还能够继续保持。玩了游戏30多年，从来也没有想过你的心态会发生这种变化。今年我家孩子也上初中了，每天我早上5点半起来给他准备早饭，晚上辅导作业要辅导到10点多，所以说留给我自己的时间也就非常的少了。发了一通牢骚，结果发现马上就第6关了。第5关的 BOSS 刷的有一点远，这个 BOSS 实在是太脆了。打到这里已经34条命了，因为咱们是讲了4条命。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调30个人呢？有点浪费了。我家当年曾经短暂的开过红白机的游戏厅，那个时候来玩的很多刚刚接触红白机的小伙伴，我就负责给他们调30人啊，或者把秘籍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来。这个无敌也能够带到 BOSS 之前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和所谓的水下8关的留言也有关。那个年代有关红白机的，还有街机的，留言真的是非常的多。游戏的环境也是比较闭塞，很多留言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真假。攻略了不到10分钟，咱们已经是第7关了。其实如果玩的是美版的话，那现在第7关已经打了一半了，因为美版是没有中间的过场的。
第7关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前面的钉板能跳过去，这个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知道了。而且本关有一个分支的路线，包括了上层还有下层。其中下层我是没看出来什么规律，所以说一直是走的上层。这个地方我捡到了一个无敌，这个无敌往前走的话，我记得最远可以把前方这3块钉板给撞爆，但是我在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撞到第3块钉板，正好我的无敌时间消失了，所以就挂掉了。所以这次我就撞爆了2块钉板，第3块钉板就是用枪打的。可能是之前我在小车上起跳的时机稍微晚了一点，所以走到这里无敌时间正好就消失了。红白机版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 BOSS 都太脆了，这一点从第1关体现的最为明显。很多人都选择用 S 在下边直接把它打爆。第8关这里也有一个小技巧，我记得我直播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干，就是这个无敌晚一点打，让咱们打完小 BOSS 再捡这个无敌，可以直接往前走到 BOSS 之前不远处。这种敌人就不用清他了，他的子弹打咱们无效。刚才飞过去那个也应该是 S 弹，但是我现在是有加速的状态，捡到普通的加速就没了。这里就是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咱们也快点把它干掉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还用过 F 弹，把右上角那个生产蜘蛛的巢穴给打爆，这样 BOSS 的话就是光杆司令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魂斗罗初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张卡，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每天一款盒卡中的经典游戏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